侧视图来看呢，大腿呢给人的感觉是有一点这种向后倾斜的感觉，那么小腿呢中和了这个倾斜，它往前来，形成这样的一个弯度，然后脚形成一个弓形，牢牢的抓住地面，撑住身体。后面大致呢是分为2段，前面呢是3段，这里有个膝盖的造型，是小腿前侧的造型，这是腿部正面的形状与侧面的形状，是吧？这个形状还是比较漂亮的。我们记住这几个要点，我们画起来，哪怕是默写，你也能够默写一个比较好看、比较接近于真人的腿部。接下来我们讲一下今天的内容。今天我们来讲一下下肢。下肢在整个人体当中呢，难度还是稍微有一点大的。它呢占了整个身体大致1半的长度。然后人类的下肢呢又长又有力，这个是什么原因呢？这个是人类适应直立行走而进化的结果。这个很关键。我们对下肢的认识要有这种程度啊！你在画的时候，你知道下肢的一个来历。人不是一生下来就是一出现，不是说从地球上一出现人就长成这样的，它是进化的结果。那么进化是根据什么来呢？一个是生存的条件、生存的环境，以及这种物种的它的行为特征。那么我们人类呢是直立行走，那就需要经常性的这种2个脚在地上踩着，2个腿来回倒腾、来回走啊、跑啊、奔跑啊，需要这些动作。那么下肢一定不能太细或者太短，就不够。如果下肢太细的话，走着走着可能容易累；下肢太短的话，可能走得很慢，每个步伐距离比较短。那么我们的下肢呢，它既有承载人体重量、保持人体平衡的作用，它也有使人体呢产生动态、产生运动的作用。也就是说，画人物的动态时候，腿也占了很大的一部分。尤其是我们看画跑步啊，或者说尤其是一些跳舞啊，舞蹈动作。我们的下肢从哪开始算呢？我们之前讲过骨盆，然后骨盆上面的髂脊可以作为一个分界，髂脊以下是腿部，然后髂脊呢再到的是耻骨联合，然后再到另一侧髂脊，大概就是这个样子。这是髂脊，这是髂前上脊，这里呢是耻骨联合，这里就是腹部的正面，然后另一侧髂脊，另一侧髂前上脊，然后髂脊，然后接过来，上面就是上半身，下边呢就是下半身，这个位置就是耻骨联合处。这是一个重点，耻骨联合是人体的1/2点人体的1半终点大致在耻骨联合。因为讲到下肢呢，最主要的重点是我们画清楚画对下肢的一个比例，所以说我们先从这个比例上开始讲它的起点。那么止点呢，肯定就是到脚底了，一个髂前上脊，耻骨联合，膝盖，这里就是大腿，然后再往下小腿，小腿再往下小腿加脚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比例。我们从耻骨联合是人体的1半，然后呢大腿的起点呢，我们从这里开始算，这里到这里这里是膝盖，这里是膝盖，大腿等于小腿加脚，髂脊这个位置呢是腰，我们把大腿呢从耻骨联合这个位置开始算起，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比例关系。我们在画整个人体的时候，先确定好这个人体腿部的大小与整个人体之间的一个比例关系。那么这个先准确了之后呢，再考虑形的问题。然后下肢呢，我们大部分接触的教程可能是给你概括成大腿呢一个圆柱，然后这里呢一个膝盖，然后这里呢一个小腿，然后这里是个脚踝，这里是个脚，这么去分解呢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用的时候我觉得不好用，我个人觉得不好用。因为这个下肢重点呢，其实不是说这一块很好理解这么去理解。但是真正在画的时候，我们更多的考虑是每一个体块和每一块之间的这种变化、联系之间的这种关系，它们又不是独立的一些体块它们是相互连接的一些结构。所以说我在讲的时候呢，我会把腿部分成这样，这个部分把胯、臀和大腿的部分合在一起，称为臀胯部。然后呢，再往下呢，比较重要的一个关节，膝关节，一定要理解膝关节的一个结构，它和大腿之间的关系，它和小腿之间的关系。
膝关节不是一个独立的东西，它是大腿和小腿交界衔接构成的这一块儿。然后膝关节的运动也比较重要。膝关节，那么臀胯部和膝关节之间呢，还有一部分，这个是大腿。大腿里面有一部分和臀胯部重叠，有一部分和膝盖重叠。这个是认识大腿的一个造型，大腿部的结构，一个是结构，一个是形态。那么结构里面呢，一个是偏概括一点的，还有一个就是里边的一个肌肉结构，肌肉解剖。然后膝关节讲完了之后呢，会讲到另一个知识点，也就是膝盖和脚要同时去看的一个要点，膝脚同向。那这两个同向它是不是一个特别绝对的一个朝向？如果脚在受外力的情况下，有可能会跟它不一样，角度会稍微有一点点偏差，但是在基本的情况下，膝盖和脚尖朝向基本相同，基本都是朝前的。因为脚踝它还有一定的活动空间，就是说它活动的时候有可能会有一点点偏差，这个朝向上，但是基本保持相同，所以呢会有这么一个概念，膝脚同向。我们不可能画一个腿，膝盖朝这，然后再画一个小腿，小腿下来的脚呢朝这边，是不是看着相当的别扭，对吧？能看得出来，能感觉到它别扭吗？如果感觉不到，那可能就是就是有点问题了，是吧？对吧？很诡异吧？膝盖和脚，如果说你看，如果差这么大个角度，那就很离谱了啊！膝脚同向一定要注意。也就是说，我们在画膝盖的时候，照顾一下脚；我们在画脚的时候，反过头来看一下膝盖，它们协不协调，合不合适，匹不匹配。为什么这个角度非常的别扭呢？因为是这样的，下肢骨上面的胫骨，这里呢是腓骨，腓骨下来的是脚踝，外侧踝，胫骨下来是内侧踝。胫骨和腓骨之间，它们的关节呢是不可动的，也就是相固定的。然后这个胫骨和股骨上面的这个股骨，它们也是比较固定的，当然有一点点能转的角度啊，这个可以暂时先不用考虑，咱们暂且就把它当成是比较固定的。那么膝关节呢，在股骨下端的前侧，然后由这个髌韧带和胫骨相连，这个它的运动轴呢，基本上就是这个方向的啊。我们屈膝的时候，从侧面看，然后这个是髌骨，这是腓骨，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结构。那么这个地方相固定的话呢，它就构成了一个什么呢？类似于扳手这样的一个形状。扳手掐住这个足骨，这个叫，这里我们先管它叫踝关节吧，踝关节这里是。总之就是小腿骨和脚之间的这个关节。那么它用扳手的这个造型呢，掐住了脚的这个距骨，这个骨头是距骨，然后其他的跟骨、腹股、指骨和指骨。它掐住的，它的活动范围就比较有限，它是往左、往右，这个角度都非常的小。然后上下的话呢，它就跟膝盖的轴向是一样的，所以说膝盖和脚它们的朝向基本一致。就刚才说了，它不是绝对一致，但是它基本一致的，就是这么个原因。它和它比较固定，那就是股骨和胫骨比较固定，然后胫骨、腓骨和足骨比较固定，所以说呢，膝盖和脚的朝向就比较固定。我这么说清楚了吗？我这么说应该能够明白我表达的意思吧？也就是说，刚才咱们讲到了一个知识点，要讲它的原因啊，它的缘由，为什么会有啊？它是怎么产生的？跟咱们这个内在的结构是息息相关的。这个是我们讲腿的一个大致的逻辑啊，我们对腿这样去理解，我们在画的时候呢就比较轻松。然后我们画到一个一个上肢下来到这里一个腿，其实胯这个位置的造型呢比较关键。我们把一个胯画好，然后大腿的造型画好，然后膝盖的造型，大腿和小腿是怎么连接的，然后膝盖这个造型有什么特征，它就会画出一个比较舒服的腿。其次才是我们去对腿的一个体积的概括。下前上棘的这个位置呢，下来的这一条肌肉呢是缝降肌。那么缝降肌我们可以作为腿造型上的一个特征。这个是内部，这个是前和外侧，构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体积的特征。那从髂前上棘下来之后，它有一段
比较直的一个侧面正面的交界。然后在这个位置呢有一个小肚子啊，小肚子，这里是耻骨联合的话，这里就是它的下体的位置，下体的造型。一步一步来啊，先了解清楚它的比例关系，大腿的一个功能和用处啊，它的作用，然后是它的基本的构造怎么形成的，怎么构成的这个腿，然后是怎么去进行描绘，怎么去归纳概括，怎么去画，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好的，我们继续啊。开始讲我们的臀胯部之前，我要先讲一下骨盆。那么我们在那个中轴部的时候讲过一次骨盆，那么讲到的是骨盆上的几个重点，记住就可以。那么我们在学习下肢的时候呢，要把骨盆再稍微讲一下。骨盆的话呢，它是由2块髋骨和1块骶骨构成，大概是这样的。那么髋骨的造型呢，我们来分解一下，它髋骨上半部分呢，它是一个类似于被切角的扇形，比如说这是一个扇形，从这里切掉。然后呢，大小上面有点区别，左右有点差别，不那么均匀，这边大一些，这边小一些。那么这个就比较像髋骨上面的那个部分，那髋骨下面那个部分呢，也像是一个被切掉3个角的三角形。这是一个三角形的话，那3个角被切掉了，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形状，六边形。在这个形状中间呢，掏一个孔，这个孔呢就是耻骨后面耻骨、坐骨中间的那个闭孔。一块髋骨它有坐骨、耻骨还有髂骨这3块构成，但是这几块骨头它是融合在一起的，它在解剖的范畴里稍作了解即可，并不用太在意，因为我们如果画人体的话，永远都用不到这个知识点啊，我们不可能去画一个人体还要想到它这个一块髋骨上面有几块骨头构成，然后这2块东西呢，它又不是正对着接上的，它是错开相接的。我们画一个这个角度的，有一定的厚度，这个呢髋骨上面那个部分，然后它们2个有角度哈，另一个就这个方向，这就是一个比较概括的一个髋骨。那么我们再从更加俯视一点的角度去看的话呢，它大概应该是这个样子。从俯视去看呢，还能看到它有一点弧度啊，它有点弯曲的弧度。下面的这个部分呢是这个方向。就骨盆的造型啊，就是我觉得是非常难讲的一块，很难讲的东西之一，很难讲清楚啊。我就尽量尝试着给它讲出来，尝试着给它讲清楚。如果有没有听明白的部分，那可以说出来，我再给你讲一讲。能看得到吧？髋骨的这个部分呢，我用体块来表示，用这种概括的块状结构来表示。然后骶骨和另一侧的髋骨呢，我用这种它自然的形态来表示。这个是髂前下棘，上面更骨的这块才是髂前上棘，这里就是髂后上棘。稍微给点调子呢，表示一下暗面阴影。这一条是现在笔刷所在的位置是弓形线，也就是这个部分和这个部分构成的这条边界，然后它们左右两边共同构成了骨盆的入口。我这样去画的话，大家能不能够更清楚的理解到骨盆的一个造型形态特征？一半是它自然形态，一半是概括的体块。概括体块呢是这样的两块，错开接在一起，然后形成一块髋骨。大概骨盆的构造呢是这样的。然后我用绿色的笔标注的这个位置呢是髂前上棘，然后绿色的笔画出的这个线，这个线就是髂棘。髂棘前半段，这个前半段在体表呢比较容易观察得到，髂前上棘这一块是特别容易观察到的，尤其是在较瘦的人体当中更加的突出，或者说尤其是在躺着的时候，人躺着的时候这块骨头更特别的突出。大家现在可以躺下看一下，试一下感受一下。耻骨联合，耻骨联合这个位置。那我现在画一个胯，大概是一个胯的造型。那么胯的话呢，我们在它体表的地方最容易找到的就是髂棘、髂前上棘、耻骨联合这几个位置是最容易判断、最容易确定的。那么确定了之后，
我们把看不到的地方稍微的给它连接一下，尝试着把它，这个特征默写一下，这是骨盆自然的一个形态。那我们得到这样的一个骨盆呢就够了啊。如果是在写生的时候的话，人体图片的时候画的这个位置，你找到这几个点，然后呢去把它们相连接，后侧的这个造型稍微猜测一下。髂前上棘下来是髂前下棘，髂前下棘呢折过来，它要拐过来才能拐到耻骨，然后耻骨联合，然后闭孔下来之后呢是坐骨，另一侧坐骨，那闭孔的外侧这个位置，有两个稍微有点斜朝前的窝，这个就是髋臼。那么髋臼呢就是和大腿骨相关节的一个构造。这就是一个骨盆了。你看，我们从人体当中就把它找到了，找到了一些基本的重要线索，然后再根据它的造型特征相连，把它补充完整，这就是一个骨盆的大致构造了。对于骨盆的话，咱们同学们还有什么疑问吗？需要再多讲一讲的？如果没有的话，咱们继续；有的话，咱们再说。然后再看一下骨盆的后面啊，假设这是一个人体的后视，在这个位置是髂后上棘，髂脊过来之后，这个地方叫髂后上棘。那么髂后上棘呢，在体表呢是两个凹窝啊，因为骨骼和皮肤相固定，然后呢周围由脂肪和肉的填充，就把填充起来了，然后皮肤固定的地方被拽成了一个坑，对，这样，它们两个之间呢向下连接到这里，这个是骶骨后面，因为尾椎骨呢在里边，在体表是不可见的。这里就是臀裂的开始，臀裂是什么呢？两边臀部中间的那条沟就叫臀裂，那么臀裂开始的地方就在这里，就是后面构造。我们找到这两个髂后上棘，然后再找到臀裂开始的这个地方，我们就能够确定骶骨，骶骨在体表可见的这个部分。那么这一块呢，不是一个平面，它是一个略微向外鼓突的一个面，稍微鼓一点。这个通过观察我们就能够就能够了解到这个特征。我们把在体表看不到的部分啊，在身体里边的部分稍微给它补上，大概其实这个样子。其实我们骨盆经常会觉得困难的，就是因为它的造型形态比较困难。但实际上我们在体表能用到的地方很少，最主要就是骨盆上面的这个圆叫髂脊、髂后上棘、髂前上棘、耻骨联合。然后从顶上看是什么样的呢？顶视图啊，骨盆的顶视图，我们来看一下啊。从顶视图看大概是这个样子的。髂脊啊、髂前上棘啊和耻骨联合啊，从顶视图上看呢，大概在一个水平线上。那么如果说骨盆稍微前倾一点的话呢，就是髂前上棘会更靠前啊，耻骨联合呢会更靠后。我们在体表上，你看从前面看也好，从后面看也好，都看不出来这个弯儿。但是我们从顶视图可以看到，它有一个 S 型的弯，整条髂脊呢，在这个位置它有一个转折点，一个这样的弧度，然后一个这样的弧度。这个点呢叫髂脊的折返角，髂脊从这个地方折返了，所以呢这是一个分界点，但是它在体表上并不那么清晰，我们只有在顶视图才能看得到这个特征。顶视图下去看呢，这个是坐骨连接到耻骨这边的这条边。所以一般我们在画人体的时候呢，把骨盆呢概括成这种形状，或者这种形状，都不是特别接近它更真实的形态，它只是最开始最初步的一个概括。如果说要把它画得更加的具体呢，那还需要更多的东西补充进去，才能够把它变成一个该有的一个形状。那骨盆的话，咱们先讲这么多，然后我再画一个，就开始讲咱们的臀胯部。这个是我研究出来我觉得最得意的一个部分之一。人体结构比较难，这个大家有目共睹，都知道。然后能把一个非常难的东西以非常好理解、容易理解的方式讲解出来，这个是让我比较得意的地方。曾经呢，我给
老师们做教师培训的时候啊，就是之前我还没有这样的感觉，然后听他们一评价一说，哎，我感觉好像还真是。当时呢是给一个画室的其他同事，他们呢也是老师，然后给他们进行人体结构的培训，然后听了我的课之后啊，他们感觉哦，原来这个东西这么简单呢，这么好理解呢，就是自己在给学生上课的时候，把那些东西讲的那么复杂，那么难啊，讲的自己好累，也没感觉讲明白，然后学生呢也没听明白，有这样的会有这样的疑问，会有这样的问题。我听完我的课之后呢，他感觉哦，原来这样就可以，我突然觉得哦，这个东西能把它讲清楚的人好像不多啊，所以我就更加的有决心把这个东西传播和推广出去，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终极目标啊。因为我在做这个事呢，并不是我单打独斗自己在做，也有跟我志同道合的蔡老师，我们一起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蔡老师呢，也有可能会给大家讲到一些内容，讲课。人体确实是难，但是呢，又充满着魅力，充满着诱惑。但这个是从艺术的角度啊，不掺杂任何其他的因素。好，大致呢画这样的一个骨盆儿。对，刚才有一位同学说，因为难才有挑战性，我就是特别喜欢挑战困难的人，所以说我也是肯下那么大的功夫去研究这个人体。当然，这种人呢也不在少数，想必大家肯定也会有一样的心态。对，这是有感悟的人呢，体会到了精髓。正是因为它足够困难啊，才要去想尽一切办法弄清楚它，克服它。自己懂是一回事儿，能把自己懂的东西能够讲给别人，让别人也懂了，这就是另外一回事儿。所以说，我不仅在研究结构、研究知识啊，还要研究教学方法。好，我现在呢用绿色的笔画的部分，就是骨骼标记，在体表能够找到的，我们可以用它来做一些标记，去建立其他的结构。我们看这个部分呢，这里是大转子啊，大转子，股骨上端这个是球形结构，是股骨头，然后呢，股骨颈和股骨体相连。那么这块有一个骨头的膨大区，膨大区外边的这一块呢是叫大转子，大转子是骨骼标记，它在体表呢是非常容易找到的。在它前面，大概前面的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用来确定这个阔筋膜张肌，阔筋膜张肌的肌肉部分，前端连到髂脊，髂前上棘或者髂脊的前顶点，大概一个比较细长的一个形状，这个就是阔筋膜张肌。然后挨着它呢往后，这边是臀中肌的起点，然后在这个大转子的上边是臀中肌的指点，臀中肌这样连过来。那么在大转子的后边是臀大肌，臀大肌在这个位置呢看不到，可以在这里稍微出来一点啊，从这个角度呢稍微看到一点点。这就是腰胯的部分外侧的结构。那么从侧面来看，我们画一个侧面的结构啊，这是个骨盆的侧视图，我大概一画，这个是股骨头，这个是大转子，它俩是错开的啊，它是往后去的一个，就是股颈从顶视图来看的话，它是一个往后略微往后倾一些、往后走的一个角度。所以说呢，大转子在这个位置，耻骨联合，大转子前边这个部分阔筋膜张肌，大转子上边挨着阔筋膜张肌这个位置是臀中肌，在这里再来是臀大肌，这个是非常好用的结构。这个骨盆和股骨，上面的这个圆就是肌肉的起点，它们的指点呢都围绕着大转子，这就很好去记忆和寻找。然后我们再继续把它髂前上棘和耻骨这里相连，
有一条韧带，两边各一条，这个就是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的一个分界。然后还是从髂脊的前顶点、髂前上棘这个位置靠里一点的位置，那么它出来呢两条，出来一条啊，一边各一条比较细长的肌肉，它是在大腿的里边的，先从前面下来，再往内侧转。至于具体的去向呢，在这个部分里面咱们不做具体研究。它和阔筋膜张肌之间形成了一个空隙，那么从这个空隙的中间冒出来了一大块肌肉，这块呢就是股四头肌。股四头肌呢一共有基本上大致有4块，我记得其中还有一个特别小块的啊，特别小块的那个好像也归纳其中，但是非常不影响，对于咱们易用来说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它。所以说咱们就股四头肌呢就按照4块来算，股中间肌、股内侧肌、股外侧肌，还有股直肌。然后从耻骨这里呢有一些肌肉连接到股骨上，这就是臀胯部的一个基本结构。我再换个颜色，从这个位置就是股直肌出来的这个位置，我们可以做一个曲线。这条曲线是什么呢？这个就是腹股沟腿弯折的地方，腹部和大腿产生运动的时候打弯产生弯的地方。从髂前上棘下来的这一段就是骨盆的正面和侧面的分界，我们可以这么去理解，我们可以这么去认识它。你看骨盆的前面啊，臀胯部的前面特别类似一个内裤的形状。我们内裤为什么会这么去设计？内裤的造型为什么这么设计？也是根据骨盆的结构啊、形态特征啊以及运动规律啊去设计的。然后大腿部的肌肉，我们再把这个画一下，这里就是我现在画的这个部分啊，从降肌下来之后呢，它是往里走的，它是被股四头肌遮挡住的。股四头肌上面就是比较饱满、比较厚，后面是股二头肌，这是大腿的形状就出来了。怎么样？我们这么去理解，是不是这样去讲解还不算太难？这些关键点都能够把握得住，都能够记清楚，都能够理解清楚。然后我们再说一个在大腿外侧的一个结构，在这里呢能够看得更多一点，在这里呢可能看得会更少一点。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筋膜，一个类似于肌腱的一个东西，叫髂胫束。髂胫束呢上边连的是臀大肌啊，臀大肌有一部分连接在股骨上，有一部分是连接在股骨上，然后还有一层是接在髂胫束上。髂胫束也可以算作是阔筋膜张肌的远端附着点，因为它是结束在胫骨上面的嘛。这个结构咱们在很多解剖图里面就很容易看得到了啊。我之前也是花了挺多的时间才弄明白髂胫束是怎么一回事儿。每张解剖图外面都能看到白白的一条，也不知道它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但是阔筋膜张肌的远端附着点，也就是它和阔筋膜张肌这里是相连的，后面呢它又和臀大肌相连。然后臀大肌呢，其实在后面呢，它是2个结束点，一层是连接到这里，然后另一层就是刚才我们擦掉的那个部分，连接在股骨上面的，它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它虽然非常薄啊，但是呢，在大腿的外侧，有的时候呢，它还是很影响外形的。有时候我们在大腿外侧能够看到一个比较平的，或者稍微有一点内凹的一条线，或者一条沟啊，就是其他的肌肉紧绷鼓起，然后肌腱呢它没有弹性，它就形成了一个小凹面啊，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结构。那么在下边的这块呢是比较容易在体表容易观察到的，它是结束在胫骨的侧面的。我们再来简单的画一下刚才所讲的臀胯部。我们找到一个点，在另一侧找到另一个点，连接向下往中间走，和腹股沟，那这就是一个臀胯部的正面。那么这里呢，我们可以做一个鼓出来的小腹部的造型，那这就是臀胯部。这是臀部，臀部下来呢，跟腿衔接的地方和前侧下来和腿衔接的地方它要更低一些。然后在这里呢有一个分界，
这条分界呢是内侧和前侧之间的一个分界，让这个形状变得有变化，它不是一个圆柱，不是一个这样的圆柱。切开之后呢，它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圆柱，哎，这块凹进去，这样的圆柱。这里是大转子，那么大转子的位置怎么去判断呢？它和耻骨联合处，也就是这个位置，大概在同一个水平位上。我们这么来看，这个臀胯部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又比较贴切，又比较贴合它的形态特征？胯下来之后，它要下来一段距离才到腹股沟，就是大腿转折的地方，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一块。这里呢，我们可以称为胯的高度啊。从髂前上棘下来有一块胯的高度，然后才到大腿。这里是一个后视的角度，前面的体块非常的清晰了，也非常的明显了。那大腿和臀胯的侧面，它们的连接的地方其实是比较微弱的，这种边界感会比较弱，比较连接的比较微妙啊，过渡比较自然，不像这个地方，你看这个棱就比较鲜明。那么从后面怎么去概括呢？我们可以从这个位置，后腰这个位置，再靠近一点，这里是底三角，我可以再往外一点，长一点，这里作为臀胯部后侧的顶面，这里呢可以作为臀胯部的底面，这两个朝向就分出来了。然后这里呢就是侧面，然后这里就是大腿的柱体结构，这几个基本的朝向面就把那个臀部的体块分出来了。这里是最高点，最高点相对来说离得要近一点，不要离得太远。就是从顶视图来看的话，它还是有点这种感觉，这种特征的。最高点是在这儿最凸的地方，它不能是这样啊，这样的话它就不像啊，非常的卡通啊，非常的 Q。然后这几个基本的大面我们都知道了之后呢，我们要知道它们几个基本面的过渡面是一些曲面，看不到棱的曲面。然后我们看一下从侧面去看它的一个造型，现在画的这一小段是竖脊肌和那个多裂肌下来的这一块，然后它和臀胯部的后面相接，后面下来有一段斜坡，斜坡再往下是臀大肌的一个造型，也是臀部的一个造型。不说是臀大肌了，因为臀大肌的外形上并不明显，因为这个地方啊堆积的脂肪较厚，我们看到的外形其实更多的是脂肪层的造型。然后呢，它并不是说直接这样就勾进来，在臀部下来拐下来之后呢，它和大腿之间还有一个过渡坡啊，有一个过渡衔接的一个坡，然后才到大腿。我们画一个臀部的时候，如果说画成这样就接腿，就是感觉有点不那么自然，不那么真实啊，稍微奇怪一点。那中间过渡一下呢，它就感觉也像真的了。上棘，它有一个高度，这个是髂前上棘，髂前上棘下来之后，有一个臀胯部的高度，然后这里是略微往外鼓突的腹部，下来的这块高度呢，接的是大腿的形状，接的是大腿，大腿并不是直着下来的，前面比较鼓，哎，这就出来了这个臀胯部的侧面，你看这个造型呢，上面的每一笔它都有讲究，它都有原因，我把握住这些要领，这些特点，那么谁都能画准确，谁都能画出来。那这个位置有比较往外鼓的一个地方，这里就是大转子，这是臀胯部的侧视，臀部的这个体块和大腿的这个体块，它们的交界没那么明显，但是它在转折的地方会比较明显，这里是转折的地方。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啊，臀胯部从后面去看，这里是髂后双节。我们再强调一个它的造型特征啊，它从这个位置可能会比较高啊，比较高的地方呢是这样往里面来的，然后到臀部最高的地方呢在这里，靠的其实是比较近的两侧，我们这个表示高点或者高棱。
然后再往下是这边是凸起的，这边是比较高的。这么画大家能感觉得到它的体积吗？空白的地方就是没有隆起来的，然后画这个调子的地方呢，它就是隆起来的棱高点。在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有一个小凹窝比较浅，有的人会比较明显，有的人没那么明显。然后高点的地方呢，形成这样的一个造型，类似一个蝴蝶。以上呢就是臀胯部臀胯部的一个基本构造。下面我们来说一下膝关节。膝关节呢一直都是一个难点，很难把它画明白。还是我觉得这个地方呢，需要从它的解剖构造来入手。这个就是股骨的下端，股骨下端又是一个膨大的造型。我们能发现好多骨头呢，它不是一个人上下粗细一样的，它在顶端和末端，它在两端都会有膨大区，然后膨大的地方才能相关节构成关节，这也是跟我们的活动功能有关。这是髌骨，在股骨下端外侧这里有一个股骨外上髁。我发现骨头的名字很多这种比较微妙的凸起，这块都会叫髁。肱骨上面也有外上髁，股骨上面也有外上髁。这个是腓骨头，那么腓骨头呢，从外侧的后边，就是胫骨外侧的靠后的位置，与胫骨相接。这就是膝关节处的骨骼。膝关节处的骨骼呢，就是股骨下端、胫骨上端，然后腓骨上端以及髌骨，它们共同构成的。那这里就是膝关节的骨骼结构。骨骼结构，你能发现膝关节的骨骼标记，有的时候这块也能够看得到。这就是膝关节的骨骼标记。髌骨和胫骨相连的地方，这里是髌韧带。因为韧带没有弹性，那么髌骨和胫骨粗垄之间的这个距离呢，就是恒定不变的。然后呢，这个髌骨呢，它是在这条韧带里面，这条韧带呢，再往上接的是股四头肌。这是接股四头肌，上面接的股四头肌，然后在股外侧肌的靠后的位置，再来接到胫骨外侧，这里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髂胫束。髂胫束的这个部分呢，在体表经常容易观察得到，在髌韧带下边这个位置有一些脂肪垫，叫髌下脂肪垫。一个是因为骨骼和骨骼之间呢，它都包裹着这种韧带，再一个呢是有一些脂肪垫的填充，所以说我们在体表呢基本上看不到两块骨头之间的这个空隙。这个地方我们看到隐隐约约的有一点看并不完整，因为角度问题，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横降肌。那么横降肌呢，我从一个正面的腿上开始说，比如说这里是膝关节，那这里呢是横降肌，从前面转到大腿内侧，然后转到内侧，这里呢被股内侧肌稍微遮挡一下，然后过来之后结束到髌骨上，它是这么样绕下来的。现在所画的就是它这个部分，从这个地方出来，往胫骨前面走，有一大块肌肉，这块肌肉叫胫骨前肌。那么胫骨前肌后面呢，还有这个腓骨长肌几块肌肉。那这些呢，在体表其实它们的外形并不那么独立，我们不用太在意。但是胫骨前肌是比较容易找到的一块肌肉，这块我们可以做深入的了解。腓骨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骨骼标记。从后面的地方出来的这一块呢是股二头肌，股二头肌长头，
它结束的点就在腓骨头上面，它是结束在腓骨头上面。这就是膝关节的解剖结构。那么膝关节的解剖结构我们了解了，我再画一个稍微概括一点的，稍微概括一点的。那这条斜坡是哪儿构成的呢？就是髌骨和胫骨粗隆、髌韧带之间的这一块儿，这里有一条棱，这条棱就是胫骨前缘。这是膝关节处比较概括的一个体积结构。那么说一下它的形状特征，我们从前面看，外侧边界比较直，这个地方是腓骨头，那么腓骨头下来呢就是小腿上的结构了。那内侧的话呢，比较有弧度，然后它结束点呢又比较低，外侧的比较高，内侧的比较低。它呢结束到我们可以结束到这个胫骨前缘这个位置啊，大概稍微高一点，这是胫骨。然后在它后边的这个部分出来，这里就是小腿的肌肉，腓肠肌。这个特征我们要注意啊，外侧上半段略直，转折点呢较高，内侧呢弧度较大，这种轮廓上的转折点呢位置较低，这是一个比较主要的特征。我画一条线，我随便画一条腿，那外侧我不会画太弧。那符合了这几个点基本的特征，那就比较像一个膝盖了。尽管我没有画那么多那么具体的结构，就是把握住这个特征，那关键点就有了。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膝关节的后边啊，从后视图来看，其实我们不把这个膝盖放到人体中去研究它的后视，不直接去看它骨骼，因为骨骼在后边基本上在体表是看不到的啊。我们后面看到呢，大多是肌肉、肌腱、脂肪构成的造型。我先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腿，这就是一个腿的膝关节后视。我做几条转折线啊，来交代它的结构。这个位置，这是膝关节后视图的一个结构，概括的一个结构。然后概括起来之后呢，它其实在这里啊有两个比较明显的转折。那这个位置啊，我现在把它擦成浅一点，就不太明显了啊，就到这个位置比较明显。那么这个呢，一个是内侧，如果是内侧的话，就是半腱肌的肌腱；如果是外侧的话，就是股二头肌的肌腱。这两根肌腱隆起来，突出来啊，突出体表，形成这种比较明显的转折，明显的棱啊。那么在腿伸直的情况下，那这是一个膝关节，是一个后视图，也符合刚才咱们所说的特征。这是一条右腿，那么外侧转折点高，内侧转折点低。因为长时间的弯折呢，即便是伸直了之后，在这个位置皮肤它也会有一些褶。我们看后面看的话呢，这块呢会有一个略微往外鼓出来的一个造型。那么这个就是由锅脂肪垫构成的隆起造型，这是锅脂肪垫，这个区域叫锅区。半腱肌、瓣膜肌和股二头肌共同构成的这个部分呢叫锅绳肌群。对，这个区域就叫锅窝。其实从后视的话，一个就是伸直的状态和一个弯折的状态。伸直的状态它是鼓出来的一块脂肪垫，然后弯折的时候呢，就是有比较明显的棱和这种弯沟啊，弯进去折进去的这个沟。
这个地方就是缝绛肌，可以这么理解。那缝绛肌的话，它也不是特别粗壮的一个肌肉，它是一个扁的带状。这一块呢是很多块肌肉，从这里过去共同构成的这个鼓出来的一个形状，但是它独立的造型并没有那么完整。我们再画一个弯曲的膝盖，弯曲的膝盖的话呢，髌骨就会特别的明显，皮肤被撑开了，骨头呢也凸出来了。髌骨、髌韧带、胫骨粗隆，这个地方呢鼓出来的地方呢就是胫骨前肌，胫骨前肌这个位置会稍微有一点鼓出来，那鼓出来的这块造型呢就是胫骨上端膨大的那个区域。尾骨头也是一个重要的骨骼标记，这就是一个屈膝状态下的膝关节构造形态。跟这个角度差不多但是呢是一个肌肉比较强壮的一根腿，基本构造是一样的。这两处的肌腱比较明显，然后大腿和小腿之间的这个沟比较明显。那么它这块凸出来的这一块我想说一下，它跟刚才看到的这一块是不一样的，因为它肌肉比较发达，脂肪含量比较少，皮下基本上都是肌肉，脂肪比较薄。那么这块鼓出来造型呢，就是小腿后侧的那块大块的肌肉上边的那块，就是腓肠肌，腓肠肌起点的那个部分。那么在腓肠肌的这一块呢，为什么会有一个小的凹沟呢？这块呢是腓肠肌中间的那个有一块肌腱，肌腱就会容易形成凹进去的沟。然后大腿上面的主要两块难点，一个是臀胯，一个是膝盖呢，咱们就讲差不多了。那么接下来咱们看一下整根腿的一个形状特征。腹股沟，臀胯部的侧面，然后下来是腿，然后是大腿内侧，大腿内侧下面的这条线和它有一个穿插关系，这个穿插关系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缝绛肌构成的。内侧骨偏圆偏鼓，外侧偏直，然后小腿的外侧弧度比较大。我们先从内侧的话，我一会儿再画，先从缝绛肌下来结束的这个位置，把它接入胫骨的前缘，然后呢，胫骨的内侧有有一个面儿，这个面儿呢叫皮下胫骨，它是没有被肌肉遮挡住的，它直接挨着皮肤，这块呢叫皮下胫骨。我们先把它顺着接下来，然后再从这个位置略低一些的位置，外侧高，内侧低，从这个位置出来，弧度呢也偏小，这里就是腓肠肌的内侧是从前面看它内侧一个形状特征。有的时候呢，它会和下面的这块肌肉呢有一个小小的这种小转折，那么这块呢就是比目鱼肌。然后小腿的弧度下来之后呢，它并不能一直顺着这个方向走，它还要有一个反向的弧，然后内侧呢也有一个反向的弧，反向的弧再往个反方向走，它就构成了脚踝。那么脚踝的话呢，外低内高内侧高，脚踝掐住的这个地方就是足弓就是脚，这是脚，这就是膝盖，这是耻骨联合。你看大腿的长度大致等于小腿加脚的长度，这是它的一个比例。然后形状的话呢，大腿最宽的地方不在大腿根部下来之后它要往外鼓一点，然后呢内侧也是往外鼓一点。这个时候呢是外高内低，外高内低，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个趋势。
然后到脚踝反过来，大腿从上到下逐渐是变窄的。我们记住这几个主要弧度变化，就能够把一个腿画好了。然后这几个弧度呢是怎么来的？它的原因呢，咱们在解剖结构中也有讲。那么再来看一个侧视图啊，它的规律是这样的话，从侧面来看的话，握大转子做一条垂线，那么膝盖呢大概落在垂线上，小腿呢大概落在垂线的后面。也就是说，大腿、小腿不是正冲着的，而是略微错开的，错开才能形成这种美感，也是它能够承重的一个原因啊。它只有错开才能够承受住这更大的重量。然后呢，上半部分后面的略平一些，略平缓一些，前侧呢略鼓一些。那么在下边呢，后侧的略鼓一些，前侧的平缓一些。大腿上半部分后边的凸点低，前面的凸点高。从大腿开始的这个位置也能看得出来，后高前低。然后到膝关节，你看后面的转折点和前面的转折点反过来，后面高前面低。然后小腿突出的地方呢，这个地方大概在小腿的上1/3处，前面略平缓，不够明显。画小腿的时候呢，有一个方法，小腿我们可以先画成这个形状，我们把胫骨的这个地方呢，给它画成一个往里凹的一个趋势，先确定它最基本的形状，在这个凹下去的这个线上面，稍微画一点鼓出来的形状，这个微妙的弧度就很好控制，很好掌握。你可以试一下，大家可以试一下。如果你直接想画一个微妙的弧度的话，比较难啊，这是有经验的，没有经验的你控制不好大小啊，很有可能就把腿画成这个样子，腿和胳膊都容易画成莲藕。一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了，之前在上课的时候，很多刚入学的学生啊，就会把人画成这个样子啊。我就说这个人就画成莲藕人了嘛，这就是缺乏对基本结构的认识，对人体结构的常识。为了避免画成莲藕人，我们要有正确的认识和好用的方法。侧视图来看呢，大腿呢给人的感觉是有一点这种向后倾斜的感觉，那么小腿呢中和了这个倾斜，它往前来，形成这样的一个弯度，然后脚形成一个弓形，牢牢的抓住地面，撑住身体。后面大致呢是分为2段，前面呢是3段，这里有个膝盖的造型，是小腿前侧的造型，这是腿部正面的形状与侧面的形状，是吧？这个形状还是比较漂亮的。我们记住这几个要点，我画起来，哪怕是默写，你也能够默写一个比较好看、比较接近于真人的腿部。我们在画一个人的2条腿的时候呢，最好的方法就是去看他2条腿整体的外形、剪影形。现在画这2条就是皮下胫骨，皮肤下面直接是骨头，前侧就是胫骨前肌，然后和小腿外侧的肌肉，这也就是小腿后侧的肌肉往前走的一个部分。这就是一个腿部的结构啊。
然后外加带一点阴影，交代了一下它体积的构造。反正我是特别喜欢画腿的，因为腿部的造型和它这个轮廓感，我觉得挺漂亮的。不管是肌肉发达的还是肌肉不发达的，尤其是跳舞的，我觉得那个腿型都非常的好看，能够去把握住它的美感，去画出来它的美感，我觉得比较有成就感。我们目前上线的，现在在讲的一个是这个7天的直播课，那么毕竟时间有限，能讲到的东西呢，也是精挑细选，在里面讲的重中之重，没有办法通过这么短的时间就覆盖到所有的知识点。那么大家肯定还有更多其他方面的需求。那么在我的这个完整版的应用人体结构里边呢，都有讲到啊，基本上把所有的知识点都有讲到。但是如果说想要把人体都理解的那么清晰、那么透彻，还是需要了解到更多层面，我们才能够解决掉任何看不懂的地方，都能够表现清楚。你看这个肌肉，你看它这块儿，这是什么肌肉呢？它就是长收肌啊，起着主导作用。小腿后面的肌肉比较简单，这就是小腿上的肌肉。那么小腿的后侧呢，基本上就是这里啊，这个就是腓肠肌，它的附着点呢在股骨的这个像这个滑车这个轮子啊，像轮子一样这个两个滑车的上端左右各一条下来，然后汇聚到一起，共同连接在这个肌腱上面。我们在小腿的任何角度啊，几乎是所有角度都能够看到它的存在。你看这个边界，这个角度后面的轮廓就是它，那这个角度这边的轮廓肯定也都是它，这个角度这个轮廓是它，内侧的角度后面的轮廓也是它，前面的角度内侧轮廓也是它，从前面靠外点的这个角度，你看两侧的轮廓都是它，也就是说小腿后侧的这大块肌肉啊，在所有角度我们都能够看得到，几乎啊，小腿后面其实就这样的一个肌肉，很简单。那这个是后视，主要看到就是这两块肌肉，然后连接一个肌腱，下面露出来这个部分呢就是比目鱼肌，它和它们两个共同构成小腿三头肌。从内侧看的话也是它，这就是皮下筋骨，这就是小腿的解剖。那么小腿的解剖，其实我们在其他的解剖书或者解剖软件当中都能够很轻易的看到。好了，那么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节课再见。